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说起日本东京，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四季都很热的地方，尤其是新宿歌舞伎町和涩谷这一带。但实际上，东京还有更热的风花雪月之地，例如六本木。每当夜幕降临，红黄交错的霓虹灯定会准时亮起，大都市的繁忙和紧迫到了这里就突然被阻断。推开酒吧、KTV、桑拿店大门，你会感觉似乎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抹着浓厚妆容，身穿紧身短裙的女陪侍随处可见，对男顾客搔首弄姿，欲拒欢迎。其中还不乏许多身高高挑、皮肤白赭的欧美女性，她们来到这里不为牛郎，只为大洋。如此酒醉金迷的风月之地，当然少不了织原成二这个常客，一个48岁的富二代。他刚进门就被眼尖的夜店妈咪揽到上座，顺手一个响指，呼来3、4个高级女陪侍。成二君，不知您今天打算玩什么？放下手中酒杯，织原成二瞥了瞥眼前的女人，然后说：“日本妹弹力不够呀，老子今天要洋妞，洋酒配洋妞才带劲儿。”织原一边用抱怨的语气说着，一边将一沓厚厚的万元日钞甩向妈咪。妈咪马上就懂了织原成二的意思，3步做2步，把吧台的一个英国女人拉了过来，她就是露西·布莱克曼。金黄柔软的长发搭配凹凸的身材，让织原惊艳到酒意全无。她开始用蹩脚的英语搭话，这让露西笑个不停，织原也随声附笑。但当拿起酒杯吞酒的那瞬间，织原嘴角一扬，暗暗冷笑，今晚的素材又有了。虽然两人在语言沟通方面不是很顺畅，但在风俗店这些都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对于织原来说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和猥琐欲望，一晚上为心仪的目标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都是小菜一碟。而对于刚入行不久的露西来说，她则非常需要傍上像织原这样的大款，只要坐在他身旁不断取悦他，就能在一晚上赚到以前1个月的空姐工资。再想想凑够钱和闺蜜环游亚洲的那一天，让身旁这几个亚洲矮子揉几下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到了后半夜，忙里偷闲的夜店妈咪来到上座包厢，正准备询问织原感觉如何时，却发现两人都不见踪影，然后喃喃说道：“织原这家伙，昨天刚和两人吃完夜宵，今天又出去吃夜宵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”到了凌晨1点，路易斯的朋友发现闺蜜露西还没回到公寓，于是致电露西，本想发几句牢骚，却发现一直没人接听。搞什么？第一次干活就玩得这么嗨吗？这家伙以前当空姐时都一本正经，对于主动搭讪的男乘客一脸不屑，今天怎么性情大变了？次日早上7点，路易斯走进露西房间，发现闺蜜整夜未归，电话依然没人接听，这时他才开始着急起来，向当地警察署报警，希望警方能帮忙找人。但按照日本规定，得在72小时之后才能正式立案调查。在2天后的7月3日中午，一个陌生男子致电路易斯，对方声称自己是露西的朋友高木晃，现在正和露西参加教会的洗礼活动，过程得持续1个多月。洗礼活动结束后，露西自然会联系他。反应迅速的路易斯立即要求男子把电话交给露西，却被直接挂断电话。路易斯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以她对闺蜜的了解，露西不可能一声不吭就玩消失，更别提去参加所谓的教会洗礼活动。露西的家人得知消息后十分着急，无奈之下将事情告知了 BBC、泰晤士报、卫报等知名媒体。很快，英国著名航空公司前任空姐在日本风俗店离奇失踪的新闻传遍英国，就连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可日本东京这边的警方却总是慢半拍，因为他们之前也调查过很多类似的案件，大部分案件到最后往往是陪酒女和当地富豪私奔，或者悄悄到外地旅游。从7月1日当晚露西失踪到7月21日，整整大半个月，东京警察署的调查工作都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。直到22日，这件事惊动2国元首。当天，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前往日本参加 G8 峰会。会议间隙，布莱尔向日本时任首相森喜朗提及了该案，表示希望日方能尽快找到在本国失踪的英国公民露西。听到这件事，森喜朗迟钝了几秒，然后向英国承诺会督促警视厅展开调查。至此，该案才被插到东京警察署紧急案件。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就失踪了呢？时隔22天都没有当事人消息，
这说明露西很可能被囚禁或者已经遇害。警方兵分两路，其一调查当晚与露西发生最后交集的人员，其二调查露西信用卡消费记录等痕迹信息。但即使如此，警方还是没能找到露西。看到日本警方调查毫无进展，露西远在英国的家人也赶到东京，公开悬赏1万英镑奖励提供有效信息的人。几天后，这个酬劳翻了10倍，消息一出，马上累坏了东京警察署，举报电话响个不停。举报内容是各种脑洞大开，例如露西被贩卖到出售人体器官的组织，或者被山口组囚禁到地下室充当泄欲工具等等，但就是没有实质性的线索。走访调查中，警方觉得一个叫做支原成二的男子嫌疑巨大，因为当晚他和露西出去吃夜宵后，酒吧里的人就再也没见过露西。更重要的是，支原本身就有案底，曾有性骚扰的前科。案发2个月后的9月20日，东京警察署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公布案件最新调查进展，包括锁定犯罪嫌疑人支原成二，但支原否认了一切，并将一切事务交给律师处理，自己则躲在神奈川县的豪宅内闭门不出。由于缺乏充足证据，东京警方在传讯支原后就将其释放。直到次月的3号，警察署收到一份击打信件，写信人自称是露西本人。他说自己已经离开日本，叫大家不用担心，还希望警方用信中附带的1万美元为其还清债务。法医发现信件上面根本没有露西的指纹，而且就算信件真的是出自露西，那他为何要用击打的方式写信呢？就在警方对信件进行溯源调查时，他们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。报警人是个在支原所在公寓的管理员，他说在7月5日当天，他按例挨家挨户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，但准备检查支原的住所时遭到他的拒绝。支原还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了他一顿，这让自己十分恼火。当晚在门岗值班时，他恰巧看到支原带着把铁锹，这半夜3更的时间带着把铁锹鬼鬼祟祟出门实在可疑，所以10月9日日本警方搜查了支原住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这家伙房间和电脑里堆满了大量成人录像，数量多达4-5千部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其中有400多部是支原本色出演，其中大部分是昏迷女子，丝毫没有抵抗力。警方认为支原故意迷奸女性，可支原却拒绝承认，还说自己只是想成为成人电影的演员，录像带中的本色出演只是训练而已，而且训练前已经获得对方的同意。听到这样的狡辩，警方是被气得一肚子火，恨不得马上扒了他的皮，然后将其放进锅里油炸。经过加班加点的审查，换了一批又一批的警员，警方终于排查完支原家中4000多部影像，并辨认出150名受害者。事实上，被支原蹂躏的受害者远不止这个数字，因为大部分视频在拍摄时光线昏暗，加上镜头一直在抖动，给警方辨认工作造成极大阻碍。在150名受害者中，民警偶然发现了卡瑞塔。在8年前，卡瑞塔在东京离奇失踪。4天后，他的裸体出现在神奈川县一家医院门口，死因是吸入过多麻醉剂氯仿。当时调查该案的警方就认为他很可能遭到迷奸，奈何一直查不到凶手。视频里的他拖着毫无力气的双手，不停拍打骑在自己身上的支原。果然，在支原家中，警方搜查出大量氯仿、吗啡等麻醉药物。一个玩世不恭的富二代家中出现这些东西，这说明支原大概率手脚肯定不干净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还发现支原名下还有另外几套公寓，在公寓里，法医发现了残存的血液痕迹，血型刚好与失踪的露西相符，但由于清洁剂的作用，警方无法进行 DNA 鉴定，所以即使到了这里，警方掌握的都是支原犯罪的间接证据。10几天后，东京警方接到一名加拿大女性报警，对方称支原在自己酒里下了迷药，自己醒来时发现正在支原车上，正朝着海岸行驶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从魔爪中逃脱。警方以猥亵未遂的罪名再次逮捕支原。几天后，支原再次被释放。通过这位受害者的证词，警方推断支原在海边很可能有埋尸的秘密据点。到了12月中旬，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强奸罪起诉支原。出庭的证人有3个欧美女子，2个日本女子，5人作证自己均被支原迷奸。可庭审中，支原的辩护律师说，检方出示的全部都是间接证据，如果他们真的发现自己遭遇迷奸，为何不在当时立即报警呢？而且也没有第3人能证明这5位证人的口供，毕竟作为富二代的支原在风俗店是很受欢迎的。面对卡瑞塔被性侵的录像带证据，支原的律师更是给出狡猾的辩解。他说，视频中的卡瑞塔的轻柔反抗是男女之事中欲拒还迎的表现，没人能证实当时躺在床上的卡瑞塔被麻醉，完全有可能是喝醉酒，所以检方的控告是无效的。
话音刚落，场下一片哗然，受害人家属被气得咬牙切齿。就这样，控辩双方焦灼不下，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9日，一个神秘匿名电话打破局面。这个匿名报警者向警方举报了一个地点，位于神奈川县三浦市海边的一个洞穴，声称只要警方搜查这个洞穴就能中头奖。半信半疑的警方搜查时，还真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洞穴，洞口围着一个铁栅栏，颇有此地无银300两的意味。进入洞穴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浴缸，浴缸里的被肢解的女尸正是失踪已久的露西，里面甚至还曾被水泥封过。结合支援在露西失踪次日曾购买大量水泥和干冰的事实，警方怀疑支援是在毁尸灭迹，这更加坚定了他们认为凶手是支援的想法。5年后的2006年8月，法庭传召支援受审，但支援却脱光衣服躲在看守所，还向露西父亲迪姆支付150万美元道歉费。迪姆收下这笔钱后，将其用于研发女性报警器。迪姆这个操作也引起热议，许多人质问他难道自己女儿就只值150万美元吗？但也有人赞同他的做法，将这笔钱用于研发维护女性安全的产品是无可厚非的做法。罪魁祸首是杀害露西的支援成二，最终支援成二被判终生监禁。那为何支援成二会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呢？这得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。支援成二原本出生于日本大阪，原名金圣中，父母均是韩国移民。起初父亲只是一名出租车司机，为了生计加入黑社会。2战后用手中的存款购买了一大片待开发的地皮。随着经济发展，支援父亲手中的地皮越发值钱，一家人因此过上富豪生活。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支援父亲在他17岁那年被人报复，抛尸维多利亚港。因此，年纪轻轻的支援就获得1亿美元的遗产。继承遗产后，支援和韩国亲戚断了来往，还专门整容并加入日本国籍，改名为支援成二。从1973年起，过着皇帝般的生活，一有空就往东京高级陪侍俱乐部里钻。支援非常享受陪酒女对他的阿谀奉承，尤其喜欢身材高挑、皮肤白芷的欧美女人。他曾经跟朋友说，要让欧美女人臣服在他的金枪之下。这也是为何曾担任空姐的露西会成为支援的目标。但这种酒醉金迷的生活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支援利用手中剩余的存款购买了东京周边大量的闲置土地，最高时这些土地总价值狂涨到4亿美元，比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翻了4倍。可1986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，东京房价和地价一泻千里，没及时出手的支援遭受致命一击，背上将近1亿美元债务。巨大压力之下，支援开始出现极端癖好，他开始酒驾、偷拍、猥亵女人，经常诱骗陪酒女到自己豪宅进行迷奸。没错，就像那个叫李什么瑞的富二代。支援成二案件传开后，日本论坛上有网友指出，案件存在一个可疑的地方，那个举报海边藏尸洞穴的人到底是谁？他又是怎么知道支援在那里藏尸？又为何过了那么久才向警方举报？有没有可能是支援迷奸了露西，却是这个人杀害了露西？就有点像欧美那桩著名的审判者案件，凶手跟踪诸如支援的这群人，为他们的罪行加料，不但能满足自己的兽欲，又能拉一群人当自己替死鬼。又或者这个匿名举报信，他只是一个刚好经过的路人。这些问题时至今日都没有答案，但起码警方成功将支援关进了大牢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